国际形势迎来巨变，亚洲地区高市早苗大获全胜，将强日本战略的矛头对准了强化武装，计划全面解禁武器出口，扩充进攻战力。在国际上，日本已决定加入北约的原武武器团购群，从后勤金主变为前线伙伴。另一边，俄罗斯已在波罗的海重启轰炸机巡航。慕尼黑安全会议与爱沙尼亚情报机构连接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做准备，以应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对抗。日本战略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俄罗斯备战波罗的海，难道想双线作战？之前我们聊了高市早苗进行了一次豪赌，现在已经尘埃落定了。日本第51届国会众议院选举，自民党赢得了历史性的316席，这不仅稳稳超过了众议院456个席位中的2/3绝对多数门槛，更刷新了自民党单次选举最高席位数纪录。加上盟友日本维新会的36席，执政联盟共掌握了352席，控制了众议院超过3/4的议席。选票落定的那一刻，日本这艘大船的航向已然发生根本性偏转。胜选的第二天，当很多人还没从选举结果中回过神来时，高市早苗就动手了。据日本放送协会报道，他正式对外勾勒了名为强日本的核心战略。这个战略的核心思路很明确，把日本的经济产业能力和国家安全深度绑定。与此同时，他定了个目标，2月18日就要火速召开特别国会，首要任务就是把2026年的年度预算给敲定了。这个预算案它直接关系到日本接下来是要花钱搞民生，还是花钱买导弹。就跟我们之前聊的那样，从2023年开始，日本的防卫费就跟坐了火箭一样，一年一个台阶。2026年的目标更是直接瞄准了历史性的9万亿日元，砸这么多钱，目标很明确。高市早苗要兑现他对特朗普的承诺，把防卫预算拉到 GDP 的2%，这已经是北约国家的标准了。这些钱中大头将用于采购能打击敌国基地的远程导弹，据说数量目标是至少1000枚，还要跟美国联合研发超音速武器。另外，成立新的太空作战部队，强化西南诸岛军事部署，也都是烧钱的大项目。这早就不是什么专守防卫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在打造一支具备主动进攻能力的军队。但这只是开始，关键一步在于全面解禁武器出口，这是他竞选时画下的重点。他预计最快在2026年4月就废除现行的武器出口限制。现在日本只能出口少数几种非战斗装备，比如救援和运输车辆。一旦放开，战斗机、坦克这些真正的杀伤性武器就能合法的卖到国外去了。这一招主要是为了盘活国内的军工产业以及绑定重要的战略伙伴。这样一来，日本的军事影响力就不再局限于本土，而是能随着武器扩散到世界各地。在国际上，日本也放开了要联合北约。高市早苗的眼光早就跳出了日本列岛，他很清楚，日本想要变强，必须在国际棋盘上落子，才能真正被世界看见。根据 NHK 的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加入由北约主导的 POIL， 也就是乌克兰有限需求清单机制。简单说，这就是个美国造武器，盟友出钱买，送给乌克兰的团购群。目前该机制已有德国、荷兰等20多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非成员国加入。通过该机制，乌克兰已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等装备。此前，德国、荷兰、挪威3国已成为 POIL 框架内的冠军，共同推动超过45亿美元的对乌军火采购。罗马尼亚等国也承诺了数千万美元的贡献。根据北约官员的说法，日本将为乌克兰采购并提供雷达系统、防弹衣等非致命防御装备。虽然目前说是非致命，但这扇门一旦打开，性质就变了。一位北约官员对此评价说，日本的加入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毕竟即便是不具备杀伤能力的装备，对于乌克兰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支援。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日本对乌克兰的支持，从一个主要提供人道物资和财政援助的后方金主，升级为了直接参与北约军事供应链的前线伙伴。欧洲地区，俄罗斯也有新举动，已经开始备战波罗的海。当日本在国内军事松绑，并远程介入欧洲事务时，俄罗斯将战争的硝烟烧到了波罗的海。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俄罗斯在这片水域的武力展示越来越频繁，特别是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后，俄罗斯明显感受到了威胁。2026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发布报告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为未来与波罗的海国家或其他邻国的军事对抗铺路。这并非空穴来风。一方面，俄罗斯已将高达40%的国家支出从民用领域转向国防；另一方面，俄罗斯在波罗的海方向的军事姿态已日趋强硬和常态化。就在前不久，2026年1月23日，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通报，
数架图 2M3 远程战略轰炸机、载速 35S 等先进战斗机的护航下，在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进行了超过5小时的巡航。图 2M3 可是能携带重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还可以挂载4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所以俄罗斯的这次行动根本就是在展示对波罗的海的火力覆盖能力，根本意图是对北约进行威慑和警告。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在2026年2月发布的最新年度报告也显示，俄罗斯正在全军范围内大规模组建专门的无人机部队，在波罗的海舰队一个无人海上攻击载具团以及一个直属军事区的无人机团已经成立。报告警告，未来冲突中，对手必须准备好在陆地、空中和海上同时应对大量无人系统的攻击。除了公开的军事压力，俄罗斯还在水下搞小动作。芬兰军事情报部门在1月就发出警告，俄罗斯仍保留在波罗的海行动的能力，并可能继续尝试破坏海底通信电缆。毕竟这是有前科的，之前连接丹麦与瑞典的海底电缆就曾遭破坏，导致大范围停电。作为反制，多个北约国家已发起波罗的海哨兵行动，巡逻关键海域以保护海底基础设施。面对日益迫近的威胁，身处最前线的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正在拼了命地武装自己，不仅在加速囤积弹药、升级防空系统，更在认真制定平民疏散计划，标识避难所，为可能到来的最坏情况做前时准备。除了以上这些，还有加强协同。3国于2026年1月底签署协议，同意建立波罗的海军事机动区，旨在彻底简化3国部队和装备跨境调动的手续，确保在战时能够实现快速无缝的兵力投送与支援。现在双方都已准备就绪，战争恐怕一触即发。回过头来看，无论是日本战略转向并携手北约一起援乌，还是俄罗斯剑指波罗的海，实际是一场危险的全球联动。东京的军事解绑与北约深度捆绑，将战略压力直接传导至莫斯科的侧翼，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武力展示与战备升级，又反向挤压欧洲的安全神经。至于什么时候会被引爆，大概就要看谁先撑不下去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日本近期还会有什么举动？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